嗨，朋友们，嗨，我叫于博。好，咱们狠人的叙事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是温情的家庭的内容。不是说他们两个结婚之后的家庭啊。我妈很传统的东北母亲，教育观念传统，到现在是那种干点什么都给你挑毛病的母亲，对她好的不行。今年母亲节给她买了个包，她说给妈妈买包，妈妈是开心的呀。但如果这个包是你自己做的，不是更有意义了吗？什么话？我大学在上海，又不是在莆田。这话听了我都后怕，因为我原计划打算给他打4000块钱，即使打钱也这么说，给妈妈打钱，妈妈是开心的。但如果那钱是你自己印的啊，那你就开心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从小教育观念相对传统，掌控感有点强。2010年左右，每天给我5毛钱。10年5毛，10年，世博会都开完了5毛。然后和我说你省着点花。5毛，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小货币单元。他只要省着点都没有花，那叫攒着点花。这都不是每天都有，上学才有。兜里有5毛钱的小孩上学会自卑，5毛上学什么都干不了，5毛上学，我说你都不如少给我2毛，妈剩3毛我流浪呢。没有，我妈说妈不是不给你钱，妈就是把钱留给以后你去上海大城市买房的。没买。但这句话是小时候拒绝我需求的理由。我说妈妈，我想吃一只鸡，没法。我肯德基求你，不许吃啊！再给你那个首付吃没了。啥玩意儿？吃只鸡给房子吃没了？吃那啥鸡呀？住房公鸡呀？不是，他就是可能攒1倍的钱付一套首付，说这房子就送你了。啊？那房贷呢？有人这么送礼吗？哥们23岁在上海还房贷，我必还不上，我必当老赖，我必赖，让我今天还房贷就花我前23年的毕生积蓄，还1个月。然后第2月在那房子里饿死。这是一套纯手工凶宅。我妈原话：哎呦，房子越早买越好。我说真事儿吗？那你要不10岁给我买吧，每天还5毛钱。我确实有想过，我想当10岁的老赖，因为10岁老赖帅。23岁老赖就是社会的边缘分子，但你切记，10岁老赖没有人当过。10岁呀，同学们幼稚至极，体育课，哎，我当迪迦的召唤者，我往那一站就是失信的执行人。那1个2个小奥特曼，小罗永浩。这个我给。和那同学就玩不到一块儿去啊！班级60个小孩去春游，就哥们1个人坐不了高铁。我妈很喜欢给自己的教育方式就扣一个帽子，叫很流行现在吃苦教育。妈是希望你把好日子留在后边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哎呦，这句话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不理解，因为我妈好像也不是这个观念。真的吃过苦的人不认同这个。谁吃过苦？我姥。当年河南自然灾害之后闯关东逃难来的黑龙江啊，这一路上吃尽了人间疾苦，对吗？他成为人上人了吗？他成为了一个东北人。他那脑子里就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念头，只有一个纳乌克热说你飘向北方。尤其我知道他没有过上好日子，因为这2年他经常和我说，老希望你能上南方。话里话外就是，哎呀妈，老后悔了。
当年呢，走过了。那帮的狡猾的人上人在北京就已经下车了。我能理解我妈，上一代希望下一代能替他们完成他们年轻未尽的遗憾。我问过我妈啊，你遗憾什么？她说：哎呦，很遗憾当年家人没有给我买房，很遗憾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。我说妈妈，你中专毕业考不了研究生呢。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人生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事争执过很长时间。我跟我妈说，我不想读研。我妈因为我不读研这个事每一天打电话阴阳怪气，每一天一打电话，我说妈怎么了？她妈能怎么？哎呦，妈不能怎么。妈就觉得，哎呦，妈要是生了个研究生就好了。啥话呀？那玩意儿是生出来的，咋生啊？生着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。他那理论都有点变态。这么说，你现在还行啊，985本科还够用，但妈告诉你，不用多5年。5年之后，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啊，都将被淘汰。我不知道今天幸存率大概有多少，但我调查过，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研究生和14亿淘汰者。99.5%以上的人叫什么淘汰？这叫灭绝。每次想到这儿更不想读研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，我们家得灭门。哥们儿是个孝子，不能独活。当我后来很坦诚，我和我妈说是真的，妈妈，我真的受不了高压的应试教育，真让我读研，我坚持不住，一定在第3年受不了，我直接我就自杀了。第3年之后见着我就。我妈在这，妈第3年是谁？那就只能读2年半的专硕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苗如我，拜拜。嗨，朋友们啊，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，我叫于博，来自一个教育大省，山东、黑龙江。可以，鹏哥接着释放吧。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，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？当然，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。各位，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，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，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。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，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比北上广深高多了。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，7所高中，没有中专和技校，每个混混都有文凭。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，都会3角函数。你说学那有啥用？我说看那香港电影《古惑仔》，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，一眼就发现了。那大哥说，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。大哥不行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 G V 排，淹死就飘了。重视教育，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。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，很直接，很夸张。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，清北班，太直接了。这和那是衡水中学不一样，人家不叫，但能考上。我考不考上别说，我们就叫，先叫，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。但这个名字太重了，老师第1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，往那一站，很刻薄。30个人，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，就必须上清北，谁不上，谁是班级的失败者，是 loser。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，
最好情况，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，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。这种班级太吓人，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，奔清北、梦清北，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。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，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。在这儿学习，批卷不敢使劲儿，得清华。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，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？没有，这个名字很重，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，很多事儿干不了了，玩手机什么的。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，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？啊？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？啊？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？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。往下边一坐，我都纳了闷了。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？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。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，没考上，因为自己会太多了。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。哦，这个事儿不值得哦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不是我想学的。但那种教育观念里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，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。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，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？你上社会上学。听妈在上海同济学计算机，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？因为那种观念，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，必须好好学习，去大城市挣大钱。如果不好好学习，留在老家你就饿死。小时候深信不疑，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，发现这事儿不对。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，在大城市然后饿死。人只要想饿，在哪儿都能饿死。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。但说实话，刚考到上海那年，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，觉得自己哎呀，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、5年就买房买车了，你们在老家什么东？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，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，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。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，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。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，眼镜是上霜的。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。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。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，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？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。23岁不坐地铁，什么时候坐地铁？对吗？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，奋斗原始积累啊，最后中产了，追求车啊房啊，那是我奋斗的奖励。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。但在老家不一样，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，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，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，不是奋斗的奖励，算签到奖励。在线时长够可以了。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，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，我羡慕至极。独立生活了吗？我说问一个哥们，我说哎，为什么买车？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，是在老家，钱花不出去。我说钱花不出去啊？你发点假币呀？
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，那一刻突然意识到，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。再去考他们，没有人在乎了。问一个哥们儿，我说：“哎，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，去你的吧！”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毛宇哥，拜拜。哎，朋友们，很开心给大家演出。这确实很吸引注意力，你知道吗？上个赛段比赛的时候给手摔断了，现在是黑灯和小佳的竞品。我就是这一期的新残疾人，算是喜榜残疾人。哎呦，说实话，真想讲老弱病残的段子，想讲地狱笑话啊，我有这个资格。我在20岁那年就得了糖尿病。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听感上更像是刘仁成的段子。20岁，在我们的教育观念里算小孩，小孩就是得不了任何病。我小的时候是没办法和长辈说难受的，但凡说难受，就以你是小孩的名义来否决你，他们甚至会剥夺你身上的器官。从来没办法和长辈说腰疼。小孩没有腰啊，一出生给你卖到缅北了。我们东北更严重，逞强教育，流感出门没有人戴口罩，脸上挂个小孩出门了，得不了任何病。但是这肯定是玩笑，身边的朋友开那个玩笑才是真的恶心，把你当绝症，不让你吃糖，不让你吃水果，不让你吃巧克力，非说你是狗。上网搜糖尿病患者能不能用水果手机，家人才是真的关心。我老80了，知道我得糖尿病，心疼坏了，每天以泪洗面。哎呀妈呀，大孙子咋整啊？得糖尿病了，妈老还没得你就得了，咋整啊？哎呀，要不吃点黄桃罐头呢？1型糖尿病发的太严重了，一发病就进 ICU， 特别突然，和这个段子转折一样突然。ICU， 我确实是安全下车，往那一躺，真的身上哪儿都插着管，呼吸都有管帮你。我往那一躺，我都想发现小众宝藏打卡地，还什么家人们谁懂啊？我懂。ICU。再出来的时候，在隔离病房，周围全是那种老人、老头嘛，他们很健谈，在里边聊天。大爷问你怎么进来的，看着我说老弟，你这么年轻，你来这儿，你得是癌呀。我说大爷你别闹，我糖尿病。他说你别闹，这屋里谁没有糖尿病？当时才意识到，糖尿病只是见他们的门槛。之后就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像是一个正常人一样，每天打胰岛素活着。但直到去年，大学毕业找工作，考了老家一个社区，被拒绝了。那个手册一翻开，写的是有犯罪记录不行，大面积纹身不行，糖尿病等慢性病不行。没有想到这个门槛面前，我和杀人犯一个级别。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明明慢性病，我又不是那种病。我没有办法伤害别人，我伤害别人，我小糖尿病怎么影响我在那个岗位上端茶倒水吗？主任喝茶，我说你先别着急，我亲自倒。蜂蜜茶，主任，蜂蜜茶，5支蜜糖。这个找工作过程中，连这种岗位都在拒绝我们。中国有1.4亿糖尿病人，我说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我们当时的病友群里全是老头老太太，根本不用上班。第一天进群发了4个表情包欢迎我，是4个观音说欢迎群友。那剩下的呢？一查在送外卖送快递，明明体力活最不适合我们，偏偏最接纳我们。
不是说我们适合，而是因为这些职业不歧视任何人，哪怕他们就叫歧视。我真的在找工作过程中屡屡碰壁。我当年投过一个我最引以为我觉得我轻车熟路、手拿把掐的岗位，一个大厂的运营。所有面试全过了 ，HR 为了拒绝我说那个话坦诚且残忍，担心你的体力问题，没有办法胜任我们这个岗位。体力，奥运会上足球、网球、冰球各个领域都有糖尿病的运动员，我们的体力可以打奥运会，没有办法上这个班。这得多需要体力！我能为国争光，没办法为他卖命。我不是来端茶倒水，有什么东西是我那个体力干不了、端不了的吗？又不是铁饭碗。真的说的话很坦诚残忍，说担心你在我们岗位上猝死。他知道自己的岗位能猝死，但是不能死一个糖尿病人，必须死一个健康人。你有武德，不杀老弱病残，对吧？工作强度大，你降低工作强度啊？怎么你想招个命硬的，招个累不死的，招个能吃苦的，更适合我了，我就吃不了甜。运营干不了，我们有什么干不了的？英国2任首相都是糖尿病，不跟你们抢这个冠军了，我要当英国首相。已经疯了，怪不得首相住的街道叫唐宁街，那地方我也能住。英国注定是属于唐人。如果当英国首相这个愿景太过于荒谬，那我还是希望能回归本真，希望所有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都不被歧视，这个世界该填的填，不该填的不填。谢谢你们。嗨，朋友们，嗨，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，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，因为太暗了，摔了一跤啊。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，没想过输给黑灯。啊，正式开始了。我叫于博啊，说实话，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，但是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。第1轮6块金牌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。第2轮上来就给用，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，兜里有就得花。啊，用了一块复活金牌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。说实话，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，是不是太差了？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，然后逃避面对的人。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，不敢和外国人说话。但不是说真的差，英语还可以高考，但就是自卑。我在想，我是上海本地小孩，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。我说 homie， let's go neighborhood right？ homie 哈，因为我是活死人。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？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，对吗？新概念 ，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， 快点，张嘴，别逼我干你，快点。但我是农村小孩，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。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。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。我说这是啥呀？怎么了？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？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？我妈让我去说话，我能说什么？我说兽首是中国的。他说哥们儿，我也是中国的，我少数民族。还是来了上海，因为自卑感到落差，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，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，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？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，落在试卷上，还交流？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，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。还什么听说读写，我们就是嗨，没听说过。
天天读写，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。啊，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，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，不是说真的不考，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，高考当白噪音放。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，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，专心干自己的事儿，快点！阅读理解，写作文，快点！长大了，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，听不见。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，出国都没有工作，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。叭叭说两句话，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。只能做美甲，不能纹身，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。回家一照镜子，后背是地儿里滑。英语学得很尴尬，对吧？精通掌握，因为成绩还可以，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。英语学得跟核武器似的。朋友还问呢，说你会不会？有时候会，他说那你说呀，我说还没到时候。我方不使用，但掌握英语威慑。别说英语了，来上海，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。前两天在路上，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，不是撞的这个，把我撞了。当时我挺生气的，因为我占理，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，你道歉。他理直气壮，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，我没有父母，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，给我一顿骂。在他眼里边，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。我是个肇事孤儿。对我进行疯狂辱骂，脑子已经空白了，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。已经迟缓了，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，我是僵尸，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。我当时就看着他，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？因为他说着说着，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，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。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，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。他说，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？我就是觉得，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？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，很难，难到说服。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，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。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？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？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？啊，单依纯。那粉丝不骂你吗？你搁那犟嘴，哎，如何呢？又能怎？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，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，甚至别人家。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，当自己家一样，我不能把这儿当家。我真把这儿当家，我就把你撵出去，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。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，当时就是假客气，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。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，另一个翻我的冰箱，我往那一站，像个中介似的。我这从东北来看我，还来看房的呀？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？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，一个哥们说在这住吧，另一个说好。我说啊。2个人躺在我的沙发上抽烟，很过分，但碍于情面，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，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。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。拿完之后，觉得自己很无助，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。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？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，你就当自己家一样。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。印第安人往那一站，欧洲人说，在这住吧。另一个欧洲人说好，印第安人说啊。
安人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。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，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。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，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。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，他们向我们走来，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，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。谢谢你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庞博，欢迎大家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是今年的主持人，欢迎大家。我也没有想到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。而且你知道，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，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，你知道吗？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，我进组那天正好主演在杀青，非常感动，流着眼泪捧着花说：“哎呀，谢谢大家。”我说好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但是还是很开心，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，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，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，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。”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！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……我说闭嘴吧，闭嘴吧，真的，叫我庞叔。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。一会儿你们看吧，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。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，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，挺有意思的。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？我想了很长时间，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，也叫奇异果。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？叫爱奇艺国际版。哎，对，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。谢谢佩森姐姐啊。它英文大家都知道吧？叫 kiwi 是吧？我们都生活在上海，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，好不好？叫 kiwi。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，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，SIRI 就叫 Siri，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？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？我每天就要，嘿 Siri， 请打开我的 WiFi，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 ，Time。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，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，你怎么看待这句话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，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，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，很神奇。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，突然间就急眼了，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，对吧？你看听着听着音乐剧，突然就站起来了，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如果你要冒犯别人，首先你要有力量，对吧？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。如果笑很有力量，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，而不是战争的故事，对吧？《三国演义》就应该是诸葛亮3笑周瑜，诸葛亮笑死王朗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。王朗说：“完了，今天是要笑不活了。”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？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。喜剧之王3国记。我想问大家，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，如果你是王朗的话。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，我感觉到被冒犯，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？在20年前，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，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，非常火，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。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，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3体校，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，叫3体吧。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，是吧？小说3体，然后横空出世，然后3体吧就被3体的书迷占领了。所以理论上，北京市第3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3体人入侵的地球人。
都可以想象，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，对吧？搞什么？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？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，真是。三体的书迷也很无辜，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，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？刘慈欣说：“哦，主不在乎。”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，要不你们去《流浪地球》吧，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。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？当然冒犯。生不生气？当然生气。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李白曾经说过：“如何呢？又能怎？”所以我觉得，不如笑一笑，不妨就笑一笑，对吧？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三体的书迷，咱们一起去弱智吧。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，肯定会很欢迎我们。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：“哎，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？happy 起来啊！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？”我要再问你们一次，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。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三体校的话，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。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，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。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，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。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，叫《地狱笑话秀》，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、开开玩笑，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，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。你想一想，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，200-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，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，干什么？今晚80后脱口秀吗？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，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。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。当时大家有个群，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，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。2个演员，跑不快，一个没有眼睛，一个手在哆嗦。黑灯跑得快。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但你们知道，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，是吐槽小佳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小佳参加了奥运会，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。太神奇了！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，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。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，搬上了大荧幕，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·克鲁斯主演，名字就叫《速度与激情》。你们知道，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，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，对吧？当时小佳在群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？”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。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，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当然啊，这不是小佳的原话，他的原话是：“这也太好笑了吧！”谢谢你们啊，你们笑了，你们鼓掌了，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。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！哇，北京市第3体校，哇，太惨了，我要笑一笑。我是小佳的朋友，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。观众真的太可爱了。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，这个笑话冒犯吗？还是有一些冒犯的。如果没有人笑的话，对吧？所以不如就笑一笑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，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。对我来说，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。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，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。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。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，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，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翟阳年，谢谢。哎呦，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平时最爱看的那个科技发布会，朋友们，就是每年的那个315晚会，你知道吗？妈
呀，315晚会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黑科技发布会，黑心棉、黑心肉啊！你知道普通的那种科技发布会已经给不了我惊喜了。你要手机里每次什么多个摄像头啊，车里多个冰箱没有意思，但你告诉我我穿的内裤里有毒，一下就很惊喜。而且你知道315晚会啊，它从来不延迟满足我。你看你买个手机啊，买个新能源汽车得预定半年到货，对吧？但他曝光那个黄焖鸡米饭用什么烂肉啊、发酸土豆片的时候，我是边吃黄焖鸡边看的。哎呀，吓得我当时立马站起来提了提一次性内裤，你知道吗？朋友们，真的，我当时看这个曝光的时候，已经吃了3个多月黄焖鸡了，没什么感觉。说明什么问题？朋友们，就人家黑心商家厨艺是真好，你发现没？那记者不说我都不知道，这是强者不抱怨环境啊！你想想，他用最烂的肉、最酸的土豆片做出来的黄焖鸡，一点腥味、酸味都没有。西湖醋鱼啊！用最新鲜的鱼，最正宗的醋啊！做出来又酸又腥啊！我都替西湖醋鱼臊得慌，说实话。朋友们，你看《舌尖上中国》是中间停更7年了，315晚会可年年都有食品安全问题，我感觉得做一个《舌尖上315》了，就告诉那帮大厨，高端的厨艺往往只需要采用最肮脏的食材，你知道吗？朋友们，很多人提到食品安全，是不是会脑袋蹦来3个字：预制菜？我喜欢预制菜，我是急性子。哇，现在菜上的是真快，很多商家那个为了证明它快，给你放个沙漏，对不对？我前2天去吃那个现烤活鱼，朋友们，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？比沙漏上的都快。刚点下单，鱼就端上来了，服务员感觉不对劲儿，才把沙漏拿上来。我点了3个菜：现烤活鱼、现烤羊排、现炒小龙虾。上的最慢的是可乐。哎呀，我第2天中午去吃的麦当劳，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快餐呢？我足足等了4分半呢。这要吃烤鱼，我都到厕所了，我跟你讲。而且它第2点，预制菜有一个特点，我无法拒绝。我是一个中国人，也是一个金牛座，这就导致我是拼某饭的饭圈的脑残粉。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吃拼某饭那个价格，4块9 25个饺子，4块9 25个，好评返现还返了我9毛啊！如果到店自取还能便宜1块钱，但我放弃了，因为共享单车要1块5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朋友们，也就是说这份饺子的极限价格是3块钱25个，3块钱25个，朋友们，这个老板在我心里慷慨的都有点抠门了，咱还差那3块钱吗？白给我交个朋友不就完了吗？很多人说你不怕这里有什么瘦肉精吗？有什么我都接受它。真的3块钱25个饺子，我包容他一切，吃出来头发算老板送我周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能看出来吧？我一点不担心食品安全。为什么？我有充足的理由啊！我小时候吃过苏丹红鸡肉，喝过3聚氰胺南酚。那句话怎么说？就是当你淋过暴雨之后啊，我都不打伞了，真的。我就不怕下雨。说实话，看见今年315曝光那个什么虾仁保水剂放多了，看的时候有点失望啊。那也不够劲儿啊，这玩意儿。那你看保水剂，它起码还算食品添加剂，让放。3聚氰胺苏丹红危险化工用品。苏丹红是做有机染料染色的，3聚氰胺是做装修板材用的。我这身体已经练出来了。
就这么说，明天末日来了，我啃墙皮喝机油我都能活下去。你知道朋友们，苏丹红是代谢不了的吗？在我体内都20多年了，我现在体内苏丹红都立了个牌子，我在翟佳宁血液里很想你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妈，等了20多年了，等来个保水剂，保水剂副作用是什么？骨质疏松，废物，根本看不起他。包括去年曝光那个什么大爷大妈做酸菜时候用脚踩，他那脚都敢吃，我跟你讲。有人会觉得有点恶心，对吧？但你想想，起码大爷那个脚是纯天然的。你应该庆幸啊，大爷还没穿一次性袜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身体已经被练出来了，我相信以后有大用处。将来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打地球，把我的遗体当武器，能把所有的外星人全劝退。所有的外星人被我身体干的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呢。到时候啊，外星人把我的身体遗体拿走去研究，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啊？化验我的身体里，哇，有这个苏丹红抗体、保水剂抗体、三聚氰胺抗体，哇，难怪这么厉害，这是个真三体人呐，这是个。再拿这个显微镜仔细放大我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细胞上都写着一句话：杀不死我的，令我更强大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明，谢谢。